Welcome to Chinese Stories with Miss G. Today's story is Snow White in Chinese. 白雪公主。从前有一个公主，她的母亲在生下她之后就去世了。因为公主的皮肤像雪一样白，所以国王就给她起名叫白雪公主。过了几年，白雪公主的父亲娶了一个漂亮的新王后。新王后有一面魔镜，她每天都要对着魔镜询问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。当然是您了，尊贵的王后。魔镜每次都这样回答王后。然而，就在白雪公主7岁生日的那天，魔镜却对王后说，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，而且比王后您漂亮100倍。王后立即召见了一个武艺高强的猎人，命令他去杀死白雪公主，并取回白雪公主的心肝，作为他执行了命令的凭证。这个猎人奉命把白雪公主带进了森林里。然而看着漂亮的小姑娘，他却怎么也不忍心杀死她。于是他把狠毒王后的命令告诉了白雪公主，让她逃离王宫，免得再被后母所害。然后猎人在林中杀死了一头野猪，挖出她的心肝，带回去交差了。从未离开过王宫的白雪公主，独自在森林里跑了整整1天，又累又饿。到了晚上，她看到森林深处有微弱的亮光，走近一看，发现那里有一座小木屋。有人吗？白雪公主轻轻地敲了敲屋门，却没有人回答。她推开门走了进去，看到木屋里有7张小木床，木床旁边有一张木桌，桌子周围摆放着7把小木椅，而且木桌上也相应摆放着7套可爱的小餐具。此时的白雪公主已经饿得受不了了，她走进厨房，把所有好吃的食物都吃了。然后疲倦的她把7张小床拼在一起，就躺在上面睡着了。就在白雪公主睡得正香的时候，7个身高只有白雪公主1半的小矮人推开木门走了进来。原来这里是他们的家。这7个小矮人劳动了1天，现在回家来吃饭了。奇怪啊，好吃的食物都被吃光了。小矮人们看到空空如也的厨房，惊讶地叫道。这时，一个小矮人发现了躺在7张床上的白雪公主。于是所有的小矮人都猜到了其中的原委。善良的7个小矮人没有叫醒白雪公主，而是睡在了地上。天亮时，白雪公主醒来了，看到7个小矮人后，感觉很害怕，就要起身逃跑。小矮人们被惊醒了，
忙叫住她。白雪公主看他们待她非常的友善，就和他们成为好朋友，并和他们一起生活。王宫里的王后看到猎人拿回来的心肝，深信不疑，认为白雪公主被杀死了。但是第二天早上，她询问魔镜谁是最漂亮的女人时，魔镜却告诉她，在王宫里您是最漂亮的女人，但是在森林深处，白雪公主才是最漂亮的女人，她比您漂亮100倍。王后非常愤怒，就化妆成卖红头绳的老太婆，找到小木屋，趁着小矮人不在家，骗白雪公主开了门，冲进小木屋，用红头绳紧紧地勒住了白雪公主的脖子，使她停止了呼吸。恶毒的王后刚走，小矮人们就回来了，解开勒在白雪公主的脖子上的红头绳。白雪公主慢慢地苏醒过来了。王后回到王宫，很快就从魔镜那里得知白雪公主没有死。于是她赶制了一件浸有剧毒的衣服，再次乔装来到小木屋前叫卖，诱骗白雪公主打开了木屋的门。狠毒的王后立即冲进木屋，强行把衣服穿在白雪公主身上，使白雪公主中毒昏倒了。她刚离开，小矮人们就回来了，为白雪公主脱去有毒的衣服，再一次解救了白雪公主。恶毒王后从魔镜那里得知白雪公主又活过来了，就化妆成一个老太婆，拎着一篮子毒苹果来到小木屋。白雪公主又一次上当，咬了一口苹果就倒在地上了。而这一次，小矮人们回来却怎么也看不出她究竟哪里受伤中毒了，所以没有救活她。7个小矮人舍不得埋葬白雪公主，就把她的尸体放进水晶棺材中，用冰块保存。白雪公主仍栩栩如生，仿佛睡着了。几年后，一位英俊的王子走进森林，他被白雪公主的美貌深深吸引了，请求带走她。小矮人们答应了他。在抬动水晶棺材时，卡在白雪公主喉咙里的毒苹果掉了出来。白雪公主终于苏醒了，于是王子与白雪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并把7个小矮人接到王宫里，一同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The end.